如果你喜欢看黄片，小心了，你的大脑可能已经被像素小妖精绑架了。你以为自己是键盘上的自由之王，黄片可比你想象的要命得多。你本来是个活力四射的小伙子，结果某天发现，即使现实中的小姐姐对你抛媚眼，你却成了宅神，只想回家打开私密后宫，对着 1080P 的激情视频流口水。更惨的是，小弟弟开始罢工，不是累了，而是被激情视频惯坏了，只认高清画质，真人一靠近他就装死。而且你会觉得生活越来越没劲，目标遥不可及，却找不到原因。年纪轻轻，每天宅在家里，唯一的乐趣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看激情视频，世界暗淡无光，工作没劲，朋友疏远，连买个菜都怕出门。这就是黄片的隐形陷阱。戒除黄片之前我已经讲解过了，是一系列视频中播放量最高的。时不时有会员提问，说他们戒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撸了，自己觉得很恼火，而且有大量的评论说看一次减瘦，撸一次下场如何惨烈。也接到不少人的反馈，说戒除黄片之后身体又得到怎样的恢复。今天我结合大家的反馈，一些人的疑虑，目前存在的误区，还有成功经验，再跟大家聊聊戒除黄片。别紧张，我不是来砸你电脑的，也不是要逼你剃头当和尚，更不会让你把硬盘扔到窗外。先看一个案例。我15岁那年，一个周五下午，学校放学后，我和几个同学挤在朋友家。他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得意地说：“你们绝对没见过这个。”屏幕一亮，视频开始了。我脸红心跳，尴尬的不知道应该看哪儿，但那种新鲜感和刺激让我没法移开视线。起初，我觉得这只是个秘密游戏，回家后没敢再碰。但第二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那些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告诉自己，就再看一次。于是，我在父母睡下后偷偷打开电脑，屏住呼吸，生怕吵醒他们。那晚我看了3个小时，手抖得厉害，既兴奋又害怕。从那天起，激情视频就像种子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我开始找借口留在学校电脑室，或趁父母不在家偷偷看。不到1个月，从偶尔尝鲜就变成了每天的习惯。一开始我还觉得害羞，但后来就跟刷牙一样自然，一天不看，反而觉得缺了点什么。我以前是个活力少年，周末打篮球、画画，连老师都说我有天赋。可沉迷后，篮球鞋蒙了灰，画笔干了，我的生活只剩下屏幕。我甚至忘了自己以前有多喜欢这些，就像脑子被洗白了。我计划暑假学吉他，还攒了点零花钱买了2手吉他。可一到假期，我每天睡到中午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锁门、开电脑。吉他计划没开始就烂尾，连琴弦都没装上。我总觉得自己有时间，但一天天过去，啥也没干。每天上学像拖着个麻袋，眼皮沉得抬不起来，课堂上盯着黑板发呆，老师叫我回答问题，我也反应不过来。朋友开始叫我瞌睡虫，我只能笑笑，心里很慌。我以前挺外向，能跟女生开玩笑，课间聊个天，打个趣都不在话下。可沉迷之后，我连抬头看人都觉得别扭。高一的联欢会，大家玩得很热闹，可我却缩在角落，完全不敢跟任何人搭话，脑子里全是激情视频的画面。那些场景让我觉得现实中的女生没意思，没有屏幕里的夸张刺激。我开始躲着人，连最好的朋友都觉得我怪怪的。以前放学后，我们会一起去操场踢球，或者去打游戏，可后来我总找理由推脱，说作业没写完，或者今天有点累，其实就是想赶紧回家看片儿。有次朋友硬拉我去打篮球，我去了，但全程心不在焉，球传过来都接不住，最后干脆坐在一边看他们玩。他们问我咋了，跟丢了魂似的，我只能笑笑敷衍过去，心里有点慌。我越躲，屏幕就越像我的避风港，结果成了恶性循环，现实生活里的人和事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。有次考试前，我复习了一整晚，可第二天进考场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长期看激情视频会让大脑前额叶功能下降，记忆力受损。我盯着卷子发呆，
觉得自己像个白痴。我的房间成了垃圾场，衣服堆满床。父母说我不爱收拾，但我懒得解释，因为连我都不知道为啥这么没劲。之后我连吃饭都很敷衍，饿了就吃点泡面和零食，体重长了10斤，镜子里的我让我自己都觉得讨厌。我从一个爱运动的少年变成了屏幕奴隶。我以为自己在放松，其实在挖坑。刷完视频后，我经常脑子一片空白，连今天要干啥都忘了。每天醒来都像宿醉，生活被这些视频偷走了，却浑然不觉。不少初中生、高中生给我留言，他们深受其害。只是看看视频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？我们不聊玄学，只说实实在在的科学。情色内容并不新奇，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。不少古代文明对生殖器很崇拜，包括几千年前的壁画、雕塑、各种禁书，说明人类对情色内容一直非常好奇而且向往。但激情视频的出现是在最近100年，它对人类感官是超常刺激，比那些壁画、雕塑、书籍那是强烈了好多倍。大脑本能会被夸张信号所吸引，不仅人类，很多动物都会这样。比如鸟儿会抛弃自己的蛋，去孵更大、更鲜艳的假蛋。雄甲虫会迷恋上体型更大的啤酒瓶，抛弃了雌虫。激情视频就是你的假蛋，完美的身材、夸张的场景、放大了欲望，比现实中更刺激，更容易获取。这都是精心设计的，为的就是让你的大脑上瘾。大脑对新鲜感有着原始的欲望，把一只公鼠扔到发情的母鼠堆里，公鼠就像进入了自助餐的天堂，不断找不同的母鼠交配。即使交配后，公鼠疲惫不堪，看到新母鼠仍会恢复活力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公鼠会体力透支。如果不断补充新的母鼠，公鼠可能还会自发强迫性的交配，甚至忽视食物和水。激情视频就像这样，模拟了无数美女、无数男宠等着你召见。大脑以为中了进化彩票，疯狂分泌多巴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重点就是大脑的奖励回路，它会让你兴奋，甚至停不下来。一切从你点开视频开始，画面一出现，你的眼睛就像雷达，把信号传到大脑。杏仁核跳出来喊：哇，这个很刺激！下丘脑也激动地说：这跟性有关，行动！大脑瞬间进入备战状态。接下来，奖励总部腹侧被盖区，也叫 VTA， 收到消息，马上放出多巴胺，大脑的兴奋剂。他冲向福格核说：嘿，这东西值得期待，继续看。你会感觉心跳加速，满脑子都是再多看一点。这时前额叶皮层登场，像个评委，负责判断好不好看，值不值得。如果画面特别吸引人，他会说满分，继续追。但有时候他也想喊停，可惜多巴胺太嗨，压都压不住。如果你老这么看，大脑的纹状体就记住了，他跟黑质说：这事很爽，下次还来。慢慢的，看激情片就成了习惯，甚至不看都觉得缺点啥。最后福格核和眼眶皮层联手，释放一种阿片类物质，让你感觉啊，真满足。这就是为什么黄片能让人上瘾，它就像大脑的超级遥控器，按一下就嗨。大脑奖励回路并不完全是坏事，当你沉迷于运动、沉迷于风景、沉迷于阅读、沉迷于冥想时，也会激活大脑的奖励回路。所以并不是奖励回路出了问题，而是这样的行为对你会产生什么影响。如果奖励回路压榨你的睡眠，鼓励你远离社交，让你感到孤独和羞愧，让你身心俱疲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结果会是什么呢？现实中的清汤面你再也看不上了，非要麻辣烫才能嗨。剑桥大学有个研究，用 fMRI 扫了激情影迷的脑子，发现奖赏区跟酒鬼毒瘾者一样活跃，所以出现上面那些症状就非常正常了。大脑不是石头，更像橡皮泥，你咋捏它就变成啥样，这就是大脑神经可塑性。人们去学习杂耍3个月，大脑的视觉和运动区域就会变大，停止练习3个月，那些区域又会缩回去。而这些激情视频，很多人已经看了10年，
深深地把自己练成了大师。多巴胺的激发和消退都很快，所有成瘾行为，大脑还伴随产生一种蛋白质，叫做德尔塔 phosphate， 它会在大脑被反复刺激后积累，成为成瘾的关键标志。这种物质的半衰期比较长，从几天到几周，而且会在大脑里越积越多。所以你每看一次，德尔塔 phosphate 就会记一笔账，账本越厚，你越离不开。德尔塔 phosphate 会让大脑对奖励更敏感，行为越来越变成自动模式，你会更渴望重复的行为。激情视频会从你偶尔的娱乐变成生活必须，你还会从清纯系看到重口味，最后连自己都吓着了，我啥时候变得这么怪了？有的人戒了90天，觉得自己好了，结果一看这些边缘内容，立马狂看3小时，崩溃大哭，我咋又掉到坑里了？这不是你意志薄弱，是多巴胺和德尔塔 phosphate 联手挖的陷阱。如果你是年轻人，恭喜你，中奖概率更高。青春期的大脑就像嗨过头的小孩，奖励回路高喊刺激刺激，可管事的前额叶还在发育，像个睡懒觉的保安。激情视频看得多，大脑灰质就会缩水，就像从豪华游艇变成小破船。所以别觉得自己无敌，激情视频可是个大脑改造大师，防不胜防。之前我也提到，看激情视频会降低睾酮，睾酮降低了，你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劲儿，没意思，情绪低落，容易疲倦。其实看这些片儿并不像喝酒，并不会直接降低睾酮，也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，你射的多了就会缺乏睾酮。我们的日常饮食和睡眠已经足够补充这些微量元素。真正引发降低睾酮的是长期成瘾导致的生活紊乱、睡眠差和少运动。有人问，我已经戒了1周了，但没什么效果呀。问题在于你的生活作息改善了吗？你的睡眠改善了吗？你每天运动吗？你刻意回避和朋友们交往吗？这些地方是重点。如果这些调整了，你在日常中就能感觉到你开心起来了，动力有充足了。还有人说，不就看个片吗？这么上纲上线。这个行业在2024年营业额可有1000亿美元，利润有150亿美元，和流媒体业、影视业差不多。仅仅前10大激情视频网站，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网址。2024年一年播放250亿小时，相当于全球82亿人每人看了3小时。反正我是没看，说吧，我的3小时叔叔被你看了。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这个行业是你时间和精力的吸血鬼。还有人喊，看一次减瘦，撸一次如何如何，这没什么依据，只是恐吓。手冲本身是中性行为，像夫妻生活一样，适度有放松、减缓压力的作用。研究还说能助眠减压，不过凡事有个度，如果频率太高，或者跟激情视频绑在一起，频率失控，就会拖垮你。就像吃饭，偶尔吃顿好的没问题，但天天暴饮暴食就会伤身。所以关键是别让它主宰你。我不是说要完全禁止手冲，也不是鼓励你随便放纵，而是建议大家观察自己，看看它到底是在帮你还是拖你后腿。如果你不能接受手冲，想清心寡欲，完全戒掉也可以，你自己决定。还有人说，你说了半天，就是没说具体怎么戒呀。说了呀，其实很简单，就2步。第一步，决定戒；第二步，行动。完毕。难就难在你确定要戒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各位可以停下来想想，你的时间都到哪儿去了？激情视频让你改变了什么？今天试试关掉手机，关掉电脑，写下你想改变的地方，哪怕只是一句话，你可能会发现生活比屏幕有趣多了。如果你的潜力被屏幕锁住，你敢放手一搏吗？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你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